5年前，我大4，家里经营了10几年的酒店倒闭了，一夜之间，我们家欠了几十万外债，而我爸在事发后直接人间蒸发了。我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还债，给我找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糊口。今年清明节晚上9点多，我失踪了整整5年的父亲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嘉禾，爸爸对不起你，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我爸的声音听上去老了很多，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说什么这都是他的报应，希望我原谅他。我心情格外复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时没绷住，眼泪夺眶而出。这些年我确实埋怨过他，恨过他，但他毕竟是我亲爹，我还是希望他能回家。爸，那几十万的外债我们已经还完了，你回来吧，爷爷很想你。可手机那头，我爸却一直推脱支吾。他哽咽着跟我说，好，但是爸有件事情拜托你，我走的时候在咱家位于黄河路上的那家酒店里放了些东西，你能不能帮爸爸取出来，寄到一个地方？我怔了一下，心里多少有点失落。消失多年，如今打电话只为让儿子帮忙办事，但他毕竟是我爸，所以没有拒绝。还没来得及问他现在在哪儿，听筒里就传来了嘟嘟嘟的挂断声。我爸随即发来了一条短信：瑞和大酒店3441房间，黑色皮箱。我看了眼收件地址，是广州市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收件人名字叫做孟红。这名字隐隐约约有些熟悉，当时没想起来是谁，想着做完这个单子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那天出发的时候是晚上10点，又临近清明，黄河路上车少人少，就连路边树枝都懒得晃动一下，一切安静的有些诡异。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静止的时空，然后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冷战。但是我没有多想，加快车速赶了过去。黄河路瑞和大酒店到了，这里曾经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爸就是干这家酒店开始发家的。晚上10点，外面灯红酒绿，这里一片漆黑，幽静的只剩下了老鼠的吱吱声。昔日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已经变成无人问津、蛛网遍布的废墟。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深吸一口气，我推开了尘封已久的玻璃门。电梯早已经废弃，我是走楼梯上去的3楼。安全出口的指示牌发着森森的绿光，伴着不知道从哪里时不时传来的腐朽味道。我走得心惊胆战的，明明是很熟悉的地方，愣是走了10多分钟。3441，3441。我默念着房号，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终于找到了那间房。我这才突然想起来，这间房曾经是我爸爸的办公室。就在我准备推门进去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2声咳嗽声。幽静的夜里，那2声咳显得格外空灵又真实。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这种荒废多年的地方怎么会有人？理智告诉我要冷静，但人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哪顾得上想那么多。我一个机灵，顺手抄起了脚下一根锈迹斑斑的棍子，当作防身工具。小伙子，你要干什么？一道老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颤颤悠悠地转过身，这才发现隔壁的房间里不知何时出来一个老头。他看上去年纪不小了，穿的衣服是工地工人常穿的那种工作服，身上还有水泥灰，一双浑浊的眼睛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稍微松了口气，问他：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老人声音沙哑，颤颤巍巍朝着我走过来。我没有地方去，住在这里好几年了。
小伙子，大晚上的，你来这里干什么？原来是个拾荒的流浪老人。我彻底松了口气，甚至还多了几分安全感。向他说明了来意后，只见他指了指我身侧的3441房间，嘴边泛起了一丝恍然大悟的笑意，道：我还以为又是谁吃饱了撑的来探险，他应该在这里很久了，轻而易举的就推开了这扇生锈又沉重的房门。这里早就空了，你要的东西应该在那个铁皮密码柜子里。老人家走在我前面，手电快没电了，我看不太清他脸上的表情。在微弱的光线下，我按照老爸在短信上告诉我的密码，顺利打开了那个柜子。一股子发霉潮湿的味道顺着风扑面而来，好久没有闻见过这么恶心的味道了。我感觉自己的胃里突然翻起一阵波浪。打开了吗？老人的语气带些莫名的欣喜。见我觉得奇怪，他支支吾吾道：这柜子你还要吗？我恍然大悟，他应该是想要这个铁皮柜子吧。我挥了挥手道：不要了，您想要的话就搬走吧。不知道为何，虽然有人作伴，但是我的心总是慌慌的。老头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我年纪大了，有些扛不动他。小伙子，你能帮我把他扛到隔壁吗？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没有多想，把黑色皮箱交给老人帮我推着，然后一把将这个不起眼的小铁皮柜扛到了肩上。我估摸着也就20-30斤，但是上肩的那一瞬间，我差点被压倒下去。我骂了一句，然后麻溜背去隔壁帮老人家放好。小伙子，谢谢你啊。没事大爷，我还有活，先走了。匆匆地取了东西出来，我骑着3轮车经过酒店旁边的天桥，正好碰见了和刚才那位老人一样的流浪大叔。在我们这边这个天还是挺冷的，我见他冻得发抖，有些于心不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车告诉他，对面的酒店可以避寒，里边有人，正好也能做个伴儿。大叔一听，眼中闪过一抹错愕，然后连忙摆手：不用了，我在这儿挺好的。这位拾荒的大叔看上去比刚才的老人家年轻些，只是他从我一下车就一直盯着我看，那直勾勾的眼神比刚才那位大爷还要吓人。我被他盯得发毛，可我明明是好心啊。见我一脸懵，这位大叔突然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废弃酒店，然后神神秘秘地问我：小伙子，你去那里边了？我见他这种表情，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没去过，那店可邪乎了，知道为啥这么久了没人敢拆吗？他这么一问，我倒是懵了。我自己家的酒店，怎么我从来没听我爸说过这些呀？那里边有东西，可厉害着呢。经常有不怕死的小年轻去探险，出来以后多多少少都得出点事儿，有胆子小的都直接疯了。我吓得当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忙问他，是不是一个年纪挺大的老人家？大叔脸色一凛，瞬间结巴：你去过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感觉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但还是强装镇定。我好像听说过，但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都是传的吧？大叔拍了一下大腿，吓得咧嘴道：小伙子，你还是年轻，你不知道里头那东西当时不知道什么事儿死在工地上了，据说老板那会儿发达，找人给镇住了，现在老板破产了，那玩意儿没人管，镇不住了。我的腿一下子软了。他妈的，刚才那老头穿的衣服确实是当时工地工人的打扮，我觉得浑身都冷飕飕的，明明穿着羽绒服，可还是控制不住的发抖。
大叔也许是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吓得赶紧裹起来自己的铺盖，朝着远离酒店的方向跑了。当晚我把那个黑色箱子给送到配送站的货车上寄了出去。让我有些奇怪的是，那箱子很轻，晃动起来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有些不大明白，我爸要这么一个空箱子干什么？但是我没心思多想这个，因为我脑子里全是那个拾荒大叔的话在回响。我感觉他的惊惧神情不像是装出来的，可是我不管怎么分析，都觉得酒店里那位老人家不像是要害人的样子。他若真想害我，干嘛让我安然无恙的出来？为此，我心神不宁了好几天。老婆看我不对劲，以为我是在外面受委屈了，这几天都一改往常的冷淡和臭脾气，对我温柔了许多。而我那1岁多的儿子却变得很爱哭，他妈妈怎么哄都没用。我儿子一向是很乖的，突然这样子啊，我和老婆都有些束手无策啊。老婆整天带孩子，乖巧的娃突然变得爱哭闹，她一时间难以接受带孩子上医院看，也不是生病。一连好几个晚上，儿子都在哭闹，老婆忍不住跟我哭诉：老公，咱儿子最近怎么一直哭闹啊？你说会不会是家里进了脏东西？我听老人说，小孩子能看见那些东西。我看得出来，他快崩溃了。我老婆胆子很小，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一个字都没敢告诉她。但是我自己却开始忍不住怀疑，儿子的反应会不会和那天晚上的事有关？难道有东西跟我回了家？正好2天后，我妈和我爷爷来我家里看孩子，儿子在家里又莫名其妙的哇哇大哭，他一边哭还一边四下张望，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我妈见孙子这个样，当场就冲我老婆发了脾气：娃哭成这样你还坐得住？家和大男人粗先，你是嘟嘟妈妈，孩子带成这样，你这妈怎么当的？我老婆也被儿子这声嘶力竭的哭法吓到了，加上又被我妈一顿训斥，心里十分委屈，娘俩一起哭了起来。我连忙劝我妈帮我老婆打圆场，顺便跟他们说了那天晚上酒店的事情。到底是老一辈的人比我和老婆敏感得多，尤其是我爷爷听说了那天的来龙去脉之后，脸色当场铁青。小孩子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一定是你那天在那个鬼地方招惹了东西，吓到孩子了。我妈脸色也变了，等我找大师，非得将这个脏东西给撕了，让他魂飞魄散，再也不能吓我孙子。见这俩人的反应，我立刻明白过来，那天那个大叔说的事情也许是真的。我老婆更是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一直这样哭闹也不是办法。我当即决定要去找个先生看看，但我妈却拦住了我。以前的事情你知道的有限，你和圆圆在家里好好看着孩子，我和你爷爷去。我点点头答应了，却未曾想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决定，没有之一。我妈和我爷爷在去请先生的路上出了车祸，2人当场死亡。我打死都想不到，那天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警察告诉我，那天的事故是因为我妈疲劳驾驶导致的，她开车的时候分了心，过弯道没有减速，这才翻了车。我妈的身体我最了解，不应该出这种事的。但警察检查了行车记录仪，还有当时路段的监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除了疲劳驾驶导致分心，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原因能解释他当时为什么突然加速冲下山道。给我妈和爷爷处理完后事，我一度沉浸在悲伤之中，仍不相信他们就这样走了。后来我托朋友找到了当时验尸的法医，他当着朋友面
也只是让我节哀顺变。但是事后他却偷偷告诉我，我妈当时的眼睛睁得特别大，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一样。她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她的眼睛给合上。听到她这么说，我浑身的血都僵了。按这个说法，那场车祸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妈和我爷爷很可能是被脏东西害死的。整整1个月，我一合上眼，浮现在我面前的便是太平间里我妈妈和我爷爷的脸。我爷爷和妈妈走之后，儿子哭得也愈发厉害了，老婆的精神近乎崩溃，她肉眼可见的憔悴了很多，经常半夜失眠。老公我现在一看见嘟嘟就害怕，我安慰老婆别担心，实在不行先把嘟嘟送到乡下二叔家待几天，也许换个风水他就不闹了。我怕自己的妻儿再受到伤害。第2天我便马不停蹄地去了青山镇请先生。青山镇有一位很有名气的风水大师，我叫他明叔，他是我母亲的生前好友。一见到明叔，我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直接扑通一声给他跪了下来。明叔救救我！老房子里香火缭绕，呛得我睁不开眼睛，只隐隐感觉这明叔神色肃穆庄严，却又透着古怪。他敲了敲烟斗，指了指脱落的墙皮上的那面罗盘道：刚才你一进来，他就开始疯狂转动。我望着那罗盘，一五一十地将这些天发生的事讲了出来。明叔听完，盘腿坐在垫子上眯着眼，半晌未言语，直到一炷香快要烧完了，他老人家突然睁开眼道：缠上你的这个东西至少有10几年道行了。我一听差点浑身都软了，几乎是歇斯底里道：为什么他要害我的家人？当年工地的事故，我爸做了巨额赔偿的，到底是为什么？明叔见我情绪激动，放下了烟斗，他叹气道：缠上你的不是那个老工人，是别的东西，而且很厉害。闻言，我浑身一僵，瞬间头皮都麻了。明叔道：你不是说他让你背了一个铁皮柜子？我反复回想那天情形，点了点头。明叔脸色严肃：那不是普通的柜子，应该是用来封印那东西的活木。说的简单些，那是那东西的家，你只要动了那柜子，它就可以上你的身，跟着你了。可我背之前已经打开了，它不会跑出去吗？我吓得傻了，整个脑子里都乱哄哄的。明叔苦笑：傻孩子，你要是不开那柜子，一点事都没有，就算你背了也无妨的。望着明叔眼中的无奈，我顿时心如死灰。好端端的，你怎么没事想起来去那种地方拿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人指使你？听到他这么问，我神经又一下子紧绷了起来。是我爸让我去那柜子里取东西的。细思极恐，为什么我爸要害我？这些年我家一直不停的落败，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仔细一想，难道是因为那件事遭了报应？我浑身发抖，在明叔的威严逼问下，将那段尘封的秘密说了出来。小时候在我家工地，我曾目睹了父亲杀人的过程。当时我在工地玩，看到一个身穿红裙的年轻女孩和我爸在楼里，举止亲密。我好奇地偷看那女孩亲昵地勾着我爸的腰，问他：亲爱的，这条红裙子好看吗？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我想好了，以后咱俩订婚的时候，我就穿这个好不好？我爸突然怔了一下，随即言笑晏晏道：好。我躲在脚手架后方的水泥袋子后面，像个傻瓜一样看着他们。我以为我爸真的不要我和我妈了，
可下一秒，我就亲眼看着那个媚眼如丝的女孩毫无防备的被我爸从楼上推了下去。我吓到了，忍不住叫了一声。我爸悠悠地朝着我的方向看过来，我吓得赶紧跑，没多久就被我爸逮住了。他警告我家和不许告诉你妈。那天我偷偷跑回去看了一眼，那女孩趴在地上，看不到脸，全身都是血，和她穿的红裙一个颜色。后来听工地上打扫垃圾的四姑讲，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孩子都摔了出来，死状惨不忍睹。而那场意外也很快被平息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帮父亲瞒着，强迫自己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当初我爸告诉我，那女人是个坏女人，怀了个野种来要挟他，逼他和我妈离婚。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我和我妈妈。我爸还说，他请大师超度了那个女孩，给了女孩的父亲一大笔赔偿，能让那家人生活得很好。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没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如今想起来，当年父亲的所作所为简直畜生不如，而缠上我的很可能就是那个女孩。明叔听我说完，心情格外沉重，他盯着罗盘道：你去酒店撞见的那个老工人，很可能就是那女孩的父亲，所以才会让你去背那个柜子。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真的是他。明叔神色肃穆，用一种几近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叹气道：你不该打开那个柜子，你爸当年种下的因恶果要在你身上结了。这世间因果宿命轮回，我无力阻挡，只能尽力保护无辜。明叔絮絮叨叨地对我说完，开始对着香炉念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咒语。等到他停下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炷香也正好燃灭了。我感觉自己的魂魄像是被人抽走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没想到我爸竟然会这样害我。我头皮一紧，磕磕巴巴问道：明叔，我还有救吗？明叔看了我半天，轻轻叹了口气道：一尸两命，这样的债不好还呐。片刻后，明叔转身去厢房的一个黑色柜子里拿出来一枚长命锁，交到了我手里。你如果想活下去，不想让更多的人受伤害，只有一个办法。我深吸一口气。什么办法？你去找到当年埋葬那个女人的坟，把钉在她棺材四角的降魔钉取出来，然后把这枚长命锁挂在你儿子脖子上，将他放进棺材里睡一晚。运气好的话，他就会放过你了。我忍不住心脏直抽抽，这样真的就没事了？见状，明叔脸色一凛，他说：这长命锁是他给自己孩子买的，他会把你儿子当成自己孩子的。从明叔家回来后，我尝试联系我爸，仍旧联系不上。过了几天，我跟老婆说，准备带孩子去乡下二叔家住几天，老婆答应了。实际上，我没去二叔家，而是带孩子去了当年的老家，去找当时在我家工地上干活的那个亲戚。按照辈分，她是我爸的表姐，我应该叫她一声四姑。听说当年从那个女人肚子里流出来的孩子也是她帮忙收拾干净的。见到四姑听到我要找那个女人，四姑激动地冲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她来找你了，她来找你了，对不对？老人家老泪纵横，浑浊的眼球里满是惊惧，一双干枯的手死死地拽住我，嘴里念念有词。我两个孩子都死了，我埋了他那个没成型的孩子后，就都死了。四姑整个人形同疯癫，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今年约摸着也就50上下的他，
看上去会像个70、80岁的老人。街上行人纷纷侧目，四姑这些年眼睛几乎哭瞎，捶着胸口道：他的孩子是我埋的，可不是我杀的啊！我连忙拉起哭得疯疯癫癫的四姑。四姑没事，你告诉我，他的坟在哪里？南山后边的李子林西北角上。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荒凉的连鸟都不拉屎，你到底要做什么？四姑这才意识到了我此次的动机，没什么了结恩怨。我再也顾不得旁人的眼光，直奔南山而去。说来也奇怪，这个地方属实邪乎，本来用得好好的手机在这里突然就没了信号，连不上网那片传说中的李子林，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怎么找都找不着。最后找了好久才找到那片小坟包，十分荒凉。我按照明叔的叮嘱，先是烧了香，磕了头给他忏悔，然后按照规矩送上我买的元宝和布匹。布匹其实就是黑白纸和绿纸、紫纸，一点点都烧完之后，平地里突然起了一阵诡谲的旋风。如果你见到旋风，这表明他来了。明叔叮嘱过我，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说话，拼命磕头，直到旋风停下来。我不记得自己磕了多少头，只知道最后我用手抹了一把额头，手心里全是血。一系列操作下来，我后背已经被焊浸透了。我咬着牙拿铁锹铲开了坟，撬走了钉在棺材上的钉子。看着棺材里的那一堆白骨，我心底的恐惧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害怕极了，将长命锁丢进棺材里，盖上棺盖，草草埋上，背着孩子连夜逃回了家。除了不敢，更多的是不忍心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回家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毕竟我没有按明叔说的做。思前想后，我决定再去找一趟明叔，寻求弥补的办法。第二天天色蒙蒙亮的时候，我刚好把车开到青山镇的那条小巷口，碰见一位买早点回来的婆婆。她一看见我就开口问道：小伙子，你是来找天明的？明叔大名黄天明，这条巷子里的人都认识他。我急切地点点头，他现在是我最后的指望了。他走了，11号那天走的。这话如同晴天霹雳，我双腿一阵发软，差点跌倒在地。婆婆，你说什么？11号明叔就走了？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13号晚上来找的他。那么我那天晚上见到的人是谁？婆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一脸不信的我，解释道：我是她堂妹，她最后一程是我送的，我还能记错？对了，她还让我告诉你，对自己的女儿好一点。我就一个儿子，哪来的女儿？我不太信她的话，径直冲向了巷子最深处。明叔家大门两侧白色的对联格外扎眼，明叔真死了。我脑子里彻底乱了。如果明叔生前就预料到了我的事，那么那天见我的人究竟是他的魂魄，还是那个脏东西？如果如他所言，那么那晚的明叔极有可能不是人。我身上的冷汗开始呼呼直冒，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我彻底慌了神，赶忙开车回家。回到家里，老婆和孩子都平安无事，我松了一口气。过了2天，我老婆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还是双胞胎。我又惊又喜，只是一下子多出来2个孩子，压力太大了。当晚我就失眠了。我梦见我的老婆穿上了一条血红色的连衣裙，双眼无眼珠，流着血泪，张着乌黑的大口，
掐着我的脖子朝我嘶吼着。我被这个荒诞的梦一下子吓醒了。醒来后，我的双手正掐着妻子的脖子，我吓得赶紧松开手。他喘过气来，涨红的脸不停地咳嗽着，惊恐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连忙道歉。没一会儿，老婆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我连夜将她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我，她胎气不稳定，时刻都有可能滑胎。我拿着诊断书在医院的走廊上抽烟，抽到了天亮。我知道肯定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在作祟。住院的这几天，我都守在老婆床前照顾她。她说我晚上一直在胡言乱语，看我的眼神也越发不对劲。出院回到家，老婆将门反锁，拉着我的手说道：“嘉禾，你自首吧。”我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我没犯法啊。她看了看我，打开手机的录音文件，递给我：“这是你这些天说的梦话，你自己听吧。他杀了你，我不该替他瞒着。对不起，我已经给你道歉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听着这些录音，我自己都胆寒。我没跟妻子解释，而是直接去了公安局，向警察坦白了当年目睹父亲杀人的过程。警察翻出当年的卷宗，查到那起坠楼事故的死者就叫孟红。我把之前寄快递的地址告诉警察，只要找到我父亲，自然能确定真相。没过几天，我爸的尸骨就被找到了，就在那个偏僻的小渔村。据法医说，他是自杀的，死亡时间最晚也是清明前。我不禁毛骨悚然，清明节我不是才跟他通过电话？警察审问我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我将之前父亲打电话让我寄快递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警察核实我提供的信息后，脸色却异常难看，没有通话记录，也没有快递信息。更诡异的是，瑞和大酒店没有任何人住过的痕迹，他们一致认为我撒谎了，或者我有精神病。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啊，怎么可能？他们带我去了一趟本市的精神病院，检查报告一出，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报告显示我患有精神分裂症，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可是为何能在那个渔村找到我父亲的尸骨？托梦吧。我在老婆的劝说下，安心留在了精神病院，配合治疗。她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一次，整整治疗了3年，我才恢复正常，被允许出院。出院那天，老婆带着儿子和2个双胞胎女儿接我回家，家里一切如旧。老婆性格却和从前判若两人，温柔细腻如她，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温馨舒适。最让我开心的是，2个孩子特别漂亮可爱，十分惹人喜欢。看着2个闺女，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脑海中突然冒出来民书那句话，对自己的女儿好点。我摇了摇头，那不是我的幻觉吗？大概几天后，老婆说要全家出去踏青，2个咿咿呀呀的小奶娃围着我，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2条一模一样的红裙子比在身上。爸爸，这条红裙子好看吗？我脑子里轰的一下炸开了，当年那个勾着我爸抵死缠绵的女人的脸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凝视着俩孩子笑嘻嘻的小脸，我终于想起来他们像谁了。就在这时，一双冰凉纤细的手腕突然从背后勾住了我的脖子。亲爱的，这条红裙子好看吗？